大家好，我是 Eric。上一期的话，我们针对于这个麻省理工计算机科学和 Python 编程简介这门课的第二节，然后我们说了一下分支。然后这一期的话，我们主要来说一下这个我们上一节没有说完的内容，就是循环，也就是迭代。嗯，上一期的在内容里面，在开头那时候我们说到了，分支的话就是你走在一个大路上，然后遇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前面有3条路，然后每一条路我们不管你选择其中的任何一条路，然后你达到的结果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说这个循环的话，迭代的话，就是我们在围着操场在跑圈儿，然后的话，我们需要跑多少圈是我们最初所设定的我们需要完成的任务次数来决定的。那我们今天的话，我们主要来说一下这个循环，也就是迭代。在程序中的话，有很多时候有很多任务是没有办法用分支来完成的。然后这时候的话，我们就需要用到迭代来帮助我们完成这些内容。嗯，我们还是来说练习题吧。我们根据练习题，然后来详细的说一下这个循环到底应该怎么做。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教材中的2.4这个小节，然后迭代其中的练习题，它的要求的话是使用 where 循环代替这一段中所代替这一段注释的一个内容。然后它的要求的话是什么呢？就是说用户输入一个数字，然后的话，根据用户输入的数字，在这个屏幕上打印出，这个对应数量的 x。就比方说我们输入了1，那它就打印出来1个；如果说我们输入了5个，那它就需要打印出来5个这样的，x 这个拼接起来的字符串。那我们现在的话来使用 where 循环来写一下。我们首先的话还是来分析一下，然后就是说，用户输入一个数字，那我们需要打印出来对应数量的 x，对吧？那这时候的话就是说，我们需要，如果说我们一次的话，只是往里面写入了一个 x，那就是说我们每次都需要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上一个，就需要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上一个，这个数，加上一个 x。然后这时候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写：toPrint，然后就等于什么呢？它就等于一个，它需要每次都需要加上一个，x，然后它就会，如果它是5，然后它就循环5次，就加入上5个 x；如果是4，那它就加上4个。但是这里的话有一点就是说，威尔循环它首先判断的是一个布尔的值，也就是说在这里需要判断一下，就给它一个条件，让它能够知道在什么时候结束这个循环。我们默认情况下用户输入的数都是正的正整数，那我们就需要让它大于0，是吧？如果
它大于0，那我们就往下来执行这个。那我们在这里的话，还需要加上一个减等于1，它每次都需要减去1啊。如果说它输入5，第一次进来5大于0，然后把这个需要打印出来的字符串，然后加上一个 x， 然后这时候的话，把输入的这个数字减1，然后再回过来。我们可以来测试一下，看一看。那我们就5吧，我们输入一个5。好，那这样的话打印出来了5个。那这样这个练习题的话，就是我们完成了。那我们下面来看第二个练习题。第二个练习题的话，它是编写一个程序，要求用户输入10个整数，然后输出其中最大的奇数。如果用户没有输入奇数，则输出一个消息进行说明。这个和我们上一期那时候说到的那个分支，我们做的那个练习题有些类似。那我们还是先来分析一下吧。首先，它要的是奇数，那我们就需要判断用户输入的是不是奇数啊。如果是奇数的话，那就把它保存起来，跟上一个数进行比较。如果它不是奇数的话，那就不需要保存它，我们直接让用户输入下一个这个数字就可以了。那这里的话有一个问题，就是用户需要输入10次，那我们就需要做一个循环，来让用户可以输入这个10次。那我们先把我们的分析过程写下来，然后是第一步是什么呢？第一步就是一个循环，让用户循环输入10次。然后第二步的话是判断用户输入的值是不是奇数。如果是奇数，就将该数值与 temp 比较，然后我们就使用 temp 这个变量来保存我们当前比较到的最大值啊。然后的话就是第三步的话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他们比较完了，那就是将比较出来的大奇数赋值给 temp， 好吗？那最后一步的话就是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判断 temp， 如果 temp
大于0，那就将 temp 输出，否则的话，就输出没有基数的提示。那这样的话，我们的分析过程就是这样的。我们来写一下这个程序。首先的话，我们需要做一个循环，我们就用 where 来写。然后的话，它需要做10次啊，它需要循环，需要输入10个整数，10个整数，那我们就需要判断 times， 看它是不是小于10啊。这是我之前做的代码，然后先把它们删掉。然后我们判断 times 是不是等于10，如果 times 这个小于10，那它就可以做循环。它每一次来的时候的话，然后 input 请输入好吗？我们给它一个提示，我们在这里提示的话，times 加1，因为这个 times 最的初始值的话是初始值的话是0，所以的话我们在循环的时候每次都需要将它的值加1，将它的值加1，这时候的话就代表着它所剩余还可以执行多少次数，是吧？我们做了一个标记。那我们给它一个变量，我们这个变量的话 number 了，然后的话因为我们需要它输入的是一个整数类型的值，这里的话因为它只是一个，就不需要再加括号了。那现在的话就是已经输入完了的话，那我们就需要来判断一下它用户这个输入的数字是不是比这个 temp 大。如果它比它大的话，对吧？那我们就想比较出来首先的话需要判断一下它是不是不等0它不等0就说明它对2趋于不等0，就说明它是奇数，对吧？然后再判断它是不是比这个 temp 大，如果比 temp 大的话，然后我们就把 temp 就让它等于用户输入的这个数字。那其他的情况，如果说它是偶数的话，那我们就不需要管它，或者说它比这个我们原来保存的这个比较大的 temp 小的话，我们就也不需要考虑它。那这时候的话，我们就一直等到这个循环执行到第10次，然后这时候的话结束了以后，我们来判断一下
判断一下 temp 是不是大于0。如果它大于0的话，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输出结果啊，然后我们就输出结果，最大的基数是吧？否则的话，当它不大于0的时候，那我们就提示没有基数。好了，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下测试。首先输入第一个字，如果我们随便来输1，那第二个数字的话9，是吧？第三个数字16，第四个17、19、20、64、31，28，然后最后一个数字我们看一下99吧。那现在我们最后一个数就应该是最大的这个基数，我们来看，最大的基数是99。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这个第2个练习题。稍后的这些代码的话，我都会同步到 GitHub 上面去。如果欢迎大家就是在这里面找问题啊，欢迎大家帮忙测试。那我们再来看第3个练习，这是我之前写的代码啊，我们先把这些代码删掉，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题。然后是假设 S 是包含多个小数的字符串，由逗号隔开，然后这是一个例子。然后就是编写一个程序，输出 S 中所有值的和。那我们就是还是来分析一下吧。首先它是一个字符串，那我们要用循环来做的话，那我们只能就是说字符串在 Python 中是可以迭代的，也就是可以循环的。那这时候的话，我们知道它都是用逗号来隔开的，那我们就可以来判断在循环那时候判断这个字符是不是逗号。如果是逗号的话，那我们就把逗号前面的这些字符串转换成小数 float 小数，然后复制给一个变量，然后每次的话就把当前这个字符串前面的这个小数，这个 float 小数，然后和我们上一次所记录的那个小数相加，加完了以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因为最后一个数是是什么？是没有最后一个数后面是没有这个逗号的，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循环结束之后，另外单独对最后一个这个数值做这个做单独的相加。那我们来写一下这个代码。我们这次的话用 for 循环来做。for 循环做的话，我们 atom in s 是吧？我们就直接把它这个例子然后拿过来让循环的话，如果我们循环这个字符串里面的字符，如果这个是逗号，是吧？如果是逗号的话，那我们就需要把逗号之前的这些数字，
加给另外一个，然后我们再需要在前面声明一个临时变量，它代表的是总和临时保存数据。那我们来看一下，然后是如果它等于，那我们就需要把 temp 是吧？这里应该是一个字符串，因为每次都需要，因为我们循环出来的话是一个字符，然后我们需要把字符累加过来。如果它等于的话，float， 然后我们把 temp 转换一下，转换完了这个数的话，和这个 total 相加，是吧？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当前这个逗号之前的所有数的和。然后的话，我们如果它们不是这个逗号的话，就需要把 temp 加等于 atom， 对吧？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我们就把循环写完了。循环写完了以后的话，然后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呢？应该做的就是来判断一下最后这个我们来判断一下最后这个数值应该怎么给它加上去。好，我们接着来看，因为我们在这里已经把循环就是说，如果说循环走完了，但是循环最后面的话，它是最后一个数后面它是没有这个逗号的，所以说循环最后一个数它保存在哪里呢？它应该保存在这个 time 上面。然后这里的话，我们还需要改一下，因为它每次来的话，它是把 temp 当它判断是这个逗号的时候，把 temp 转换成 float， 然后加给这个总和了。但是这时候的话，我们就需要什么呢？就需要把 temp 重新置为一个空的字符串，然后这时候的话，重新来做这个逗号后面的这个数值的这个赋值。那这时候的话，它执行完了以后，然后 total 另外再加上一个 temp， 对吧？另外加等于 temp， 这时候就是最后的这个数值了。然后的话，
我们打印一下，所有数的和式。那我们现在来走一下，做一下。哦，报错了。第18行，这个啊，因为我们没有转换类型，那好，我们接着再来试一次。6.753，第一个是1.23，然后加上个2.4，这就是个3.63， 3.63再加上个3.123，然后是3.753，这6.753，好，没错。代码的话我会上传到GitHub 上面去。然后如果说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欢迎大家来私信来问我。今天的这一期视频的话就到这里了，好，感谢大家，欢迎大家指正。